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里是不知名贫困学子。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呢是核能矩阵目前还在预定中的产品滇狼，模型定价228元，带有双素体的配置，板件一共33块。其中黑铁色的板件会有明显的水纹，金色板件进行了预喷涂的处理。而在透明件方面呢，采取了新的尝试对板件表面进行了特殊处理，实物的表现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的。附带的水贴数量适中，主要是以白色或者灰色的条纹符号为主。拼装完成以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纯肉身呈现的机娘素体一个。这一套素体与上一弹的人马大致相同，主要新规了胸部。此次滇狼的人设是短发白毛，头发为软胶分件处理，另外搭载了一对耳朵以及一根呆毛，脸颊两侧的头发贴合面部的表现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软胶会回弹，最好用热风机重新塑形一下。左侧的前刘海接缝会比较明显，而且我按不到底。另一边右侧的前刘海接缝则没有那么明显。产品默认是提供了4张半的预涂装脸，分别是害羞脸、严肃脸、龙王脸、怒吼脸以及一个面具脸。除了标配的表情以外作为这一次滇狼的特点，还附带了一个黑化脸。并且这张脸的五官呢是对紫光灯有反应的，效果还不错，挺邪恶的。另外，模型内部还附带了一些空白脸，共计11个半，用来配合五官水贴，实现各种各样的表情。简单看完素体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武装形态。这一次的滇狼武装体全身装甲包裹，加入部分透明件以点缀，黑蓝色的外甲表面会比较油亮，但实际质感还算可以，搭配适量的白色条纹水贴。整体的配色还算是清爽明亮，脚趾部分和手指部分都用到了金色预涂装零件，手指部分的金色预涂装零件，说明书上建议是上胶水固定，实际体验下来不上胶水问题也不大但上完胶水肯定是更牢固一些。外观设计方面，像是面具、小腿、手臂、手掌以及尾巴都是做了特征化处理。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觉得这一次核能矩阵的滇狼外观设计怎么样呢？接着我们从上至下来看一下这一次滇狼的细节方面。首先是面罩应该是参考了防毒面具，大金牙的两侧设置了2个过滤装置，细节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个下巴凸出来的零件有点像长了胡子。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面罩，那么套件也给了你第2个选择。第2个面罩的嘴部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开合结构，口腔内部则是用了一块透明件来刻画。那么这2个面罩不知道小伙伴们会更加喜欢哪一个呢？因为这一次的发型没有什么太大的干涉所以说对头部的可动基本没有影响。就是领口这个零件是非固定式设计这个一直动来动去会让人比较难受。脖子跟头呢是通过一个球形关节连接，刚装完的时候呢这个位置会比较生涩建议大家多活动一下。肩部的装甲在手臂平抬的时候会进行避让，但是避让的时候有可能会把领口的零件给顶起来。虽然看起来小臂非常巨大但是曲肘的活动范围还是可以达到90度以上。手臂的背面装甲呢带有一个简单的展开结构，里面藏了一块偏光透明件，在光线的照射下很像是一块虫翼。相信稍微细心一些的朋友应该看到了手臂后方藏有一把武器，这把武器的官方名字叫做蛮族飞斧加上其短小的造型应该是用来投掷的。除了一对标准的飞斧以外，套件内还附带了一对带有特效件的飞斧，同样也可以安插在手臂上。这一次滇狼的背包呢设计比较简单，分别是1主2副3个推进器。造型方面呢确实是完美的融入到了背部，两侧的2个副推进器通过单段球关节与主推进器连接，有一定的调整角度。躯干的结构与素体形态呢基本上一致，主要的变化还是替换了一个武装的胸部，以及额外增加了一块小腹部位的装甲。腿部造型的整体轮廓非常眼熟，像一位故人。造型的处理我个人觉得还是很漂亮的，尤其是大腿部分比较机能风的装甲。这里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膝盖的部分还设计了一个抱甲结构，展开以后呢就可以看到里面露出的五彩斑斓的透明件。不光是膝盖，小腿的两侧装甲呢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展开。同样的，内部也是设置了2块透明件，表面有散热的纹理细节。因为特殊的小腿装甲造型，这一次的屈膝只有90度这个角度还是有些稍微不太够用不过虽然屈膝角度稍差一些，但是脚掌的接地表现却非常不错，即使造型比较特殊，仍然保留了2段式的可动。
而且脚后跟的位置还可以搭载对透明特效键。大致看完了主体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非常亮眼的狼尾巴。组成部分分为3节，2节是一样的，最后一节偏大，在末端预留了一个3叉枪尖，同时可以看到4个喷口，看来这个尾巴才是真正的大出力推进器。尾巴的外甲呢也有一些简单的展开结构，不过与其说是展开结构呢，我觉得把它当做是联动避让，效果会更加好一点。而侧边的展开呢，行程也不长啊，主要就是观赏作用了。这几处展开呢都不算是太牢固啊，基本上轻轻一推就可以推回去。里面要是换成透明件呢，效果可能会好一些。3节尾巴之间的连接呢，都是通过双段球关进行连接。如果觉得可动角度不够用，可以通过拉伸来解锁更大的可动范围。尾巴的设计唯一让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与主体连接的时候造型过渡的不够自然啊，中间这个支架连接件虽然可以取下，但看起来还是有点突兀。如果不喜欢尾巴末端枪尖造型的话，可以把这个枪尖给取下来。通过简单的组合呢，它就可以变成一把真的长矛了。搭载完成以后，配合套件内的盾牌，这战士的形象不就出来了吗？不光如此，这一面炫酷的盾牌不光有盾形态，还有斧形态，盾斧战士也出现了。除了这一把复合式电容巨斧，套件内还附带了一把寒钢破甲者，以及一把电容切割斧。设定上呢，这一把斧子还有一个枪模式，但这个枪模式我感觉多少有点牵强了。那么视频讲到这里，对于这一款核能矩阵颠狼的简单介绍呢，也差不多进入尾声了。相信大家对这一款产品呢，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如果你有什么见解或者看法，也可以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这里是不知名贫困学子，来日方长，我们很快再见。